除非你这个黑天鹅是什么交易所爆掉，什么断线啊、掉线啊、拔网线那种，这没办法了，就是它完全是量化的一个最怕的事情。是，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trader 其实不是一个机器人，trader 是一个像是一个艺术家，像是画家，或是你的作曲家，对，你要有 creativity 才能想得到这市场其他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才能赚得到其他人还没有赚到的钱。Alright， 又回到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 Trader Podcast 系列啦。OK， 今天时隔1年，我们又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香港国宝级人物 Kelvin。大家好。为什么我们又跟 Kelvin 见面了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在1年前我们就有拍过一期 Trader Podcast， 就是跟 Kelvin 就是 interview 他说他是在交易里面是做怎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他是做量化交易的嘛。那么那时候就有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他是怎么在量化交易里面赚到钱的这些故事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去之前的影片。那么 for 新的今天第一次看到这支影片的人呢，今天我们会讲更多about量化交易的一些细节跟问题。OK， 那么也给 Kelvin 自己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给新认识的朋友。大家好，那我就是 Kelvin， 然后我平常就是做 trade， 很简单就是做 trade， 一个 full time 自己做交易的人。之前我是做对冲基金，然后在对冲基金我是做股票啊，全球股票吧，譬如说 A 股啊、港股啊、美股都做，然后期货、期权都做，然后商品、金银铜、什么原油全部做。然后到了大概17年买了第一颗比特币，然后到了20年我就开始从传统策略放到比特币的或者是加密货币里面去做交易，然后发现非常好赚，然后就慢慢把钱从传统那边转去做这个加密货币。所以就平常做的方式都是量化，全量化，就是全自动化，没有手单，然后就一直交易到现在。然后现在主要交易场所几家交易所吧，然后也是那个量也可以达到造市商、做市商那个等级。对，多少的量？现在大概7到8个 B 美元一个月吧，71到80亿。71到80亿。OK， 所以是 real deal， 真金白银，而且真的是靠这行吃饭的。对 ，OK，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课题吧。那么第一题呢，就是这个一汉就有问到说，如何从主观交易的思维转换到成量化交易的思维？这个不太难啊，这个很简单，也是大部分我帮学生、帮朋友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肯定是主观吧，肯定没有人一出生就是做量化吧，应该对。一开始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做手单、做主观、看图表、看新闻，然后感觉它会上涨或者感觉它会下跌，然后一开始亏钱，然后后来就学会了量化，学会了回测数据以后就开始赚钱。中间的过程，我觉得就你要想你平常是看什么数据或者看什么东西，因为就算你是主观，你也是看一些数据或者看一些图表或者看一些新闻文字。来找到灵感，导致你去 long 或者 short 或者做什么样的 trade， 肯定是有一些出发点的，所以你就把那些出发点拿出来找出来。譬如说我平常问朋友，你是怎么样觉得这个会买这只币？那他说我是看图表，看那个趋势挺漂亮的，那我就觉得他要不看价格，要不看成交量。要不看那个价格，它整个在图表上它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所以就肯定是拿价格类的数据来帮他去把它变成量化的角度。然后我就要问他 ，OK， 你会看什么 indicator？ 他说我会看 MACD 或者看 RSI， 那我就把它慢慢一步一步去找到他平常会看什么东西。所以重点就是你平常看什么，然后就拿历史数据来测试一下，非常简单。就算你有些人说我平常去看什么宏观啊、减息的预期，那也有数据啊。每次你上网去搜的话，你也看得到那个减息的那个几率啊，什么9月份减息几率多少%， 12月多少%，你可以拿那个历史数据来测。也有人说我是看那个推特上看 Elon Musk 有没有讲什么，看 Vision 有没有讲什么，也是可以啊。推特也有 API， 也有文字，你可以把文字用什么那个机器学习啊、NLP 啊那种 sentiment 的 analysis 把它转换成数据，然后也是可以量化的。OK。那么 OK，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说你本来是做手动交易的嘛，那么你是用了多久的时间来去发现到手动交易不是办法？然后你是不是一开始，因为你现在算是很理性的人了，你基本上就昨天跟你打扑克啊，都是一个非常就是用数学去算任何的概率跟赔率的一个人。那你是从以前一路来都是这样吗？还是因为做交易让你开始培养这个能力？然后就变成你的一个muscle memory 这样子。一开始本来我是一个喜欢科学的人，但没有说非常非常理性。在亏了2大把的时候，就2次亏光光的时候，就一次是大概16岁，
另外一次是18岁，18、19两次，就中学一次，然后大学一次，就亏了两大次以后，我就觉得这不是办法，我一定要改变方法。就是本来方法肯定有问题，如果本来方法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不会亏2次很大的那个没有这2次的经历嘛。然后所以这2次就导致我从交易上我就研究怎么去做量化。所以我觉得我本来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只是一个喜欢科学、喜欢理科的一个人。但后来是交易导致我非常比如说一开始50%理性，50%感性，50%理性，慢慢变成60、70、80、90理性。所以交易是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对。OK， 那你觉得这个是能够后天培养的吗？还是你觉得可能交易已经本来就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认知，就是可能不是适合所有人，因为需要对自己的情绪管控的好，然后又要就是理性嘛。但是量化交易来讲，是不是说我能够后天培养到我理性的这种解读市场的方式，然后变成一个策略？那你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吗？就靠后天？绝对可以后天，绝对可以后天。因为我本来也是，比如说以前打扑克啦，用打扑克来做比喻啊，打扑克跟交易很像。我以前打扑克也是很不理性，一开始亏光光就觉得我运气真的很差，或是对，就好想杀死对手，这就情绪非常有影响。但后来也是慢慢的训练到我要100%理性，0%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完全是后天的。因为情绪是你后天我觉得是真的后天的。真的后天的，而且你做量化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很多数据，会看得到很多的那种什么策略行，什么策略不行，会导致你觉得你找到这世界这个交易或者金融世界里面的真理，你会有绝对答案的。因为交易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东西，非常科学、非常系统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绝对完全可以后天培养的。明白，很好。OK， 那我问一个延伸的问题哦，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已经就是认可量化交易嘛，就是可能有些人的想法是哦，因为主观交易不 work， 因为我们有一个依据，或者是我的策略根本不知道赚不赚钱。但是当我们说量化交易能 work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人 debate 说它是通过历史来去推演未来。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忽略掉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靠海量，即使海量的数据也没有办法去推演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如果针对这个议题、这个课题的话，要怎么去可能用一个观点或者立场去来 prove 说量化交易是因为什么样的证据而可以证明它可以不断的赚钱，在市场上生存？OK， 很简单啊，很简单。这也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证明量化交易行？量化交易可以，历史数据完全没用啊。那对，你可以完全是 overfit 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历史不会重复，可能明天跟昨天完全不一样。这很简单解决的。就我 backtest， 我就是觉得历史数据上有几率有用。比如说50%有用，50%几率没用。比如说我做10个 backtest， 5个是假的，5个是有用的。但总比你人手交易好啊！你人手主观交易，你完全不看历史数据啊，你完全不会测试一个策略它行不行啊？所以假设只有1%几率，我量化的策略是有用的，其他99%是没任何 EV 的，零 EV， 然后剩下1%是正 EV， 总下来也是正 EV， 也是比你人手没看任何数据好，就是怎么如何也是比你就最好。最优解，就像是你之前打了一个比喻是说什么？你吃饭，你就算你吃了一粒饭，一颗饭，也是比你没吃饭饱。我做了 backtest， 就算我1000个 backtest 只有1个 backtest 有用，也是比你好。那个一个 backtest， 它真的有历史简单重复的话，也是能赚钱的。OK， 那作为你在量化交易从业应该有超过8年的时间，这个是我自己想要问的，就是。因为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是比较偏，如果概率学来讲有分2派嘛，就是有 frequent， 就是 based on 频率的，另外一派是 based on Bayes theorem 那种，就是信息概率论。你是比较偏向哪一种？还是2个你都会看？2个都看，两个都看，没有偏向哪一种，也没有说哪一个会比较有它的缺点还是优点。细解一下2个的不同点。一个是还有，如果还有一个新的条件出来，它能够，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 information 了，然后你可以去很好的去 predict 那个事情的概率，这样子，当然 poker 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数据哦，如果我的数据越多 ，based on 过去的数据，它只发生了2% 的 defect， 就based on 过去的数据来去哇，看情况啊。对，你会怎样去分辨？其实我问这个吧，还是其实你不会纠结这个？再细一点的就是，如果它是刚才你说按几率，我假设大部分都是 normal， 然后发生2%，你又觉得它后来它会重新回到中间，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新的资讯，所以我觉得它不是 normal， 它就往其中有偏。对。就是 regime， 对。这个好，OK。对于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会说这个是 regime shift。刚才你说有2种嘛，一种就是我假设它是 normal 的，然后如果出现非常极端的事件，我就觉得它不会再出现，它应该重新回到中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出现非常极端的行情，我就假设本来我这个 normal 的假想是不对的，我要把它偏大的调整，去偏向其中一边。然后我觉得这2个就像是你在问我怎么知道一个策略失效对，你让我想到你之前有提过的例子，就是排队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排？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吗？对，我非常喜欢问朋友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肯定有经历过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去排队有两条队，然后正常你肯定哪条队比较短，你就去哪条短一点那条队嘛。那大部分市场他们都是有效的，就是聪明的，2条队的人数应该差不多，不会有一条队1个人，一条队10个人嘛。好了，那你就随便排一条 ，OK。但有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那个人很久，只剩下1个人，但那个人搞了很久还没有动，你还是在等，然后旁边那条队就不断 OK， 10几、20、30个人也是能走的，顺利 OK 过关的，然后你就会纠结一个点，就是你要不要换队？对，要不换？但如果你换的话，问题就是旁边那个队可能有5个人，你前面只剩下1个人，要不要换？你不换的话，可能你前面那个人真的可以搞1个小时。你就要想一个点，就是你前面那个人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卡了，是不是那个机器坏啊，或是那个他这个柜台快要关了，你要想这些的点。那这个我闻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那个策略有没有失效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我觉得观众可以自己想一下，就 pause 一下想一下。但真正能解决这个的，就是你要多拿一点资讯，看看前面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才是能解决那个 regime 有没有 shift 的问题。对，我觉得我自己答案呢，我没有绝对答案，但我自己觉得暂时我思考了这么久的答案就是你看看有没有真正的 fundamental 上的改变。譬如说你做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以前很 work 的，突然它不 work，那我第一个点就会想，是不是那个数据来源它改了数据，或者有没有基本上的改动，或者有没有人操控这个数据。我会想这几个点。所以应该讲 by default 是就继续等。因为他已经可能3、4个 SD 了。对。OK， 好，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问题呢。OK，Fabian Yang 36问量化交易都是透过历史数据找到其中的规律，请问假如有天发生了不可想象的黑天的事件，让你的 algo drawdown 超过了你之前 backtest 的结果，那么你会选择手动平仓吗？就是刚才那个 regime 问题啊，非常难解决的，就是 billion dollar question， 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其实 regime 这个点有很多的分类，比如说你可以分牛市、熊市。你跌了20%，熊市了没有？跌了30才是熊市，还是50，还是45，还是49？这个真的就是 regime 的其中一种。还有另外一种 regime， 就是除了牛市、熊市，还有就是那个横盘或是单方向去跑，还有就是高波动、低波动的 regime， 还有就是你这个策略失效还是能继续跑的 regime， 非常多的。中间真的非常难解决。如果你能找到绝对答案的话，你已经永远都能赢钱在量化。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已经跑了很多的因子，跑了很多的模型，跑了很多的交易所，跑了很多策略，但还是会每天还是有机会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肯定，比如说我1000个策略，肯定会有1个2个是贴近 drawdown 的，然后我又想要不要把它砍掉，或者是继续。有些情况，如果它贴近 drawdown 你才加注的话，是更有胜率的。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在 drawdown 的时候才把它上杠杆。然后新高的时候把它杠杆调低，它这个做法对于某种策略来说非常好，那个曲线非常漂亮。如果我只是从头到尾只是用同一个固定的杠杆的话，可能那个曲线是这样的。但是他每次做单的时候才加杠杆，整个曲线非常平滑。对，所以我就觉得你要真的像刚才回答上一道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真的 fundamental 的 change， 有没有改数据来源是不是可靠？对，我觉得这个是重点。然后再多加一个资讯，就是
其实这个是 CTA 才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赌方向或者猜方向的策略才遇到的问题。如果你做套利，套利就没有这个问题。套利是它，比如说两个价格比特币，比如说币安跟拜币的那个比特币价格，他们越来越远的话，你进场的那个胜率会越来越高。所以做完全套利，做高频的人，他们是不用想这个东西的。对。那这种你刚才提到这个 regime switch 的这个情况，你会多常会遇到？然后你遇到的时候，可能10次里面有多少次是真的？你觉得有事情或者有问题你要去解决，还是一般上应该大概率你都会直接让它继续跑吧？哇，这个 depends 真的非常 depends， 非常 depends。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今年其中亏了一笔，就是我在小币上把大币的策略放到小币上去跑。OK。然后一开始它是赚的，这个曲线非常漂亮，赚，突然亏，那我想这是不是 noise？这是 noise， 它连续亏是 noise 还是真的这个策略失效？一开始我就觉得，因为通常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做了很久的量化的人，你会看过大风大浪，你会觉得3个 SD 也是正常的，负3 SD 也是正常的。通常我就不会去搞它，不会理它，反正我大把策略，很多策略在后面在跑。然后我就觉得这次最后结果是我慢的判断它失效，它真的失效。但是我到多少 SD 的时候那是？哇，那个就超过历史 MDD 了，真的超过历史3年4年的 MDD。我最后发现是我那个小币它的容量完全吸收不了我的那个筹码，是我的注码。我每次注码下单的时候把这个市场推得很远。是 mid cap 的还是小 mid cap？ 所以我就这样你不应该，你不会怀疑是他来 exploit 你这个大卡吗？有可能，但因为在 crypto 市场上没有 broker ID， 不知道是谁下单，所以我就觉得是我的那个注码太大，导致有人来 exploit 我。所以这点我是觉得有一点慢的判断这个 regime shift。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 $1 billion question， 就是我现在还在考虑、还在研究的一个。你拖了多久才停？1个月。一个月哦，1个月 OK， 1个月，因为如果你纯粹看drawdown的那个幅度，平常的很多策略也是可以这样亏的，也是可以这样亏，然后新高也是可以。那你讲负3，你3 SD 是你还能够接受，那到多少你是开始会警觉是可能有问题的？很难的，有些是我觉得它出现可能亏了1.5个 SD， 那我又发现它的数据源改了，那我直接放弃，然后最终是判断正确的。所以有些是1.5 SD 已经嗅到有点问题了，对，那个味道有点问题的味道，所以我就1.5的时候有时候要偏，有时候就是4个 SD 我加注，我觉得这个策略绝对没有问题，我非常有信心进去，然后就反弹，所以就很难了。OK， 那因为这里说黑天啊，因为当黑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實在我的观念里面呢，就是也没什么经验来讲，通常有黑天的事件，反而量化交易可能可以抓到更大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赚的就是别人犯错的钱嘛，就是零和市场。在你的视角里面，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看？就是应该黑天的应该就是量化交易应该是要能够抓到。对，大部分黑天鹅都抓得到。比如说黑天鹅通常就是它会要不大涨，要不大跌嘛。对。然后通常你做 CTA 做量化，通常就是做趋势的成分比较多，所以通常都能抓得到。除非你这个黑天鹅是什么交易所爆掉，什么断线啊、掉线啊、拔网线那种，这没办法了，就是它完全是量化的一个最怕的事情。是，好。来，我们进入下一题。Chunhan 长期找到 alpha 的思路，长期是关键词。哇，那个 OK， 他应该问，我 reframe 一下，就是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新的 input 跟 insight 去，我可以试试看这样做还是这样做。就想策略的方法吧。对。主要分三大类吧。第一大类就是你从其他文字吸收，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看 paper。就是看什么那个学术的那个Google Scholar， 对 Google Scholar 那些的文章，或是看一些大学什么 journal publish 出来的那些 paper， 这是我其中一个之前有花很多时间看的。然后我知道对冲基金他们也会请一堆人来，比如说请一堆 PhD 或者Master、MPhil 来看 paper， 每天就是看 paper， 然后 replicate paper 里面的策略出来，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也是从其他文字吸收的，就是看那些什么 Patreon 啊、Medium 啊、Substack 啊，或是 Twitter， 就是其他人的文字。OK， 这是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就是非文字的其他地方，就是人。
是 trader，跟其他 trader 聊天，跟其他的 researcher 聊天，跟其他公司的量化的团队聊天，跟量化团队的老板聊天。OK， 这你能找到一些没有在文字世界上呈现的，一些 alpha 出来。OK， 然后除了从外部吸收以外，我觉得我是会自己产生的。自己产生的话，就是我觉得最特别是自己产生，因为你从外部吸收的话，就代表市场上有人在跑那个策略。肯定吧？要不就其他的trading firm 的老板他们已经在跑，或要不 paper 的那个教授已经在跑。那如果你要找到非常自己的才能想得到的策略，就只能自己想出来。这说真的，我发现有些非常，比如说我跑了4年也能赚钱的策略，是我自己想出来，没有从其他任何地方看过的。OK， 对，就是要很有创意的想法。是，我觉得 creativity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比如说坐车啊、等车啊、洗澡啊、拉屎的时候，我就想策略，真认真的，就是那些碎片时间啦，碎片时间我会想策略的，所以我就平常是用这三大类的方法去找。所以你内化的策略是相对在我们讲数量来讲是最偏多的，还是你讲质量的话肯定是你质量最高，但数量看你那个时间点有没有 insight 了。有时候我突然灵感大爆发，就可能一个晚上想到2-3个很特别的。有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刺激，就是可能一个月也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增加你的这个 creativity 是非常重要。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trader 其实不是一个机器人，trader 是像是一个艺术家，像是画家或是你的作曲家。对，你要有 creativity 才能想得到这市场其他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才能赚得到其他人还没有赚到的钱。OK， 可是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博士的那些论文嘛，那么他们这些论文的话，他们真正可以用的东西，8%率来讲多吗？还是很多其实是学术论文而已，它不能够用在实战？有2种，第一种就是他们有些是为了真的那个读，对，他们为了毕业就不放那个什么手续费进去啊，划点什么划点0，手续费0，但他做的是非常小的币或者非常小的股票，他们就是为了毕业，你要看清楚那个整个论文里面有没有算那个 transaction cost 进去。另外一种是真的 work 的。那我一开始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人会放这赚钱的策略去做论文呢？后来我就在之前对冲基金，我的有几个同事，他们都是 PhD，我发现他们真的不喜欢钱，他们真的不喜欢钱，他们有一个 selection 呢，就是不太喜欢钱的，才有倾向去读书，对，去研究去读书，所以变成他们是真的不太喜欢钱的一群人。我之前跟也同事几个 PhD 同事，我说，哎，你这个策略好像行哦，你要不跑一下？1周后我说那个策略跑成怎么样？他说我没跑。我说不是赚钱，为什么没跑？他说我喜欢研究新的东西。然后我就知道，真的 Google Scholar 上是有策略能赚钱，就是这一群的人，我就亲眼，真的自己认识有朋友自己赚钱的策略，他不跑。因为他是真的想纯粹满足自己的那个求知欲，对。所以在你的pool里面应该是算多吗？从这种就是除了你自己内化出来的策略，这些靠就是 Twitter 也好 ，Substack、Patreon 或者是 Google Scholar， 他们启发到你的那个策略数量多。Patreon、Medium、Twitter 会比 Paper 多。因为 paper 的话，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paper 肯定每个都好啊。看 paper 你也能学到新的东西，看 Twitter 也能学到新的东西。但如果你是老手的话，我觉得 paper 的方法都是那十几个，所以你如果看得多 paper 的话，你也能知道大部分人那个学术派讲什么。对。OK，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尤其是 Twitter， 可能你看了一些资料，很多都是比较偏长线的或者填图。那我们量化交易，我们会更希望有更多数据，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换手，就是更多的 trades， 来确保我们的那个数据上是有优势的嘛。那么你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找到一些可能他的资料或者他讲的东西是比较可能短线一点的，可能1个小时或1个小时以下。因为我自己找到很多都是天图啊，甚至周图、月图的那种。对的，通常都是讲那个长期的趋势，比如说比特币下1年会怎么样，或者第4季度会怎么样。但你也能看他们是看什么的。我喜欢看别人是看什么的，因为你才能看到其他人在看的 factors， 看的因子是什么，然后我就
再自己去找那个因子有没有更高的频率、更高的维度的数据。所以我是会，就算它显示一个天图或者周图，比如说它显示一个周图的资金流，那我会想我有没有办法拿到1个小时的资金流。对，就尝试，就简单来说就是看其他人在看什么，然后我就拿数据来源来测试一下。OK， 如果假设啦，因为很多时候尤其就他们每次发的那些比较长线的 data， 可能不适合短线。就本来它的那个体量就是比较看宏观一点点的，那么假设啦，真的是用天图跑出来的那个策略，回撤了也真的可以用，可是它的出手次数真的太少了，那你会怎么去处理它？你会放在同一个池子去跑，还是你会分开，就是比较高频的变成一个池子，比较长、比较低频的，你可能把它变成一个 bias pool， 还是分开来跑，还是怎么样 ？bias pool 的意思就是。这边有下单，你可能再加多一个20%的仓位，怎么样？合起来，我喜欢就是大混杂，就是因为你合起来才能达到那个分散的效果，否则你不如说分开那个低频的，然后高频的，然后可能有这一期是那个高频亏，就中高频的，高频是完全高频是不会亏的，然后中高频亏，那最好就是把2个合起来，才能把它们那个相关性拉低，然后就把那个效果提高。可是会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可能会有蛮大部分卡着在第一屏的策略上面，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订单，但是你还是要分配资金给到他嘛。那你这个就看你怎么去调整你不同因子的那个权重，这个 weighting 的调整，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weighting 的权重，分配权重的方法。OK，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想询问2位大神，只有一个大神在那边，是怎样找到超前基本因子 factor？ 可能就是基本还没被人用过，但是可行的因子来做策略。这个好啊，这个好问题啊，这个我有想过啊，就是自己 create 一个有用的 factor 出来，就是譬如说有一个加减乘除，对，譬如说有这个办法的，有这个办法，譬如说小币庄家或是小股票庄家，他们有在搞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他搞一个 random， 你可以搞这个事情的，你搞一个 random 数据，每天变，或是每个小时那个 random 数据会都变，比如说0到100，然后你就把这个数据放到一个网站上 ，OK， 装饰这个币的什么资金流或者什么的，然后你操盘的时候就按着那个数据来操盘，用一个大笔的资金来操盘，导致市场的人觉得这个币的价格是完全跟着这个数据，对， okay. 你就用资金去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状况 ，self actualization， 然后就有人来跟你这个做这个事情，然后当有一大堆的人都来看着这个你造出来的数据来操盘的话，那整个市场都会跟着这个数据来，那你就可以 exploit， 对，你就可以到时候你就去 exploit， 没错，这个是要有小币或是什么小股票的庄家是去做这个事情的，我有想过。你刚才讲把数据打散，那个数据是什么数据？不是你就 random 拿什么数据来做一个数据，随便做一个数据，随便做一个数据。然后那个数据只有你知道。对，当然这个情况就只能在小币上实现，小币才没有其他的。简单来讲，你要有做庄的能力。对，或是大币也行，大币就是也有 self actualization 的情况，也有，就是我之前做传统时候也是遇到的情况，就是一开始所有的大户、所有的 participant、所有的机构、所有的散户都没有人在看这个数据，突然有人说，这个数据可能有用，就越来越两个的相关性越来越高，所以我就觉得市场是有这个 alpha cycle 的，就是越来越多人看这个数据，然后这个数据越来越有用，除非它已经达到它的饱和的那个临界点，所以这个很有趣，就是你有讲过。只是可能他们没有听过，就是 Alpha Cycle 这个课题，就一个策略要有用，可能大家很多人会担心说，不要给别人知道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也需要有很多人依照这个方式去 trade， 那么才可以就赚到钱了。是的。那么那个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要有 optimal 的人去用就可以到最赚钱？然后是到哪一个临界点，他又开始变赚钱？为什么？OK， 举个例子RSI， 大家交易都有看到 RSI 嘛？那传统 RSI 的用法就是，比如说碰到跌到30的时候就可以抄底，就可以买上去。然后，譬如说在整个市场一开始出来 ，RSI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全球都没有人在看这个 RSI， 那这个币这个 RSI 跌到30是没有任何的反弹的力度的，没有人在30的时候买，所以就这只币的那个 RSI 就没有这个30会反弹的效果。好了，一开始可能有人觉得，这个要不我们就试一下这个 RSI 策略在这个币上，所以他就譬如说拿100万来在这个 RSI 碰到30的时候就买入，然后可能100万。
也没有达到他在30的时候反弹，可能另外有200万、300万，到了有10个100万的人进来 ，OK， 都在30抄底，那30的时候就出现自我实现的情况，顶得住了，对，顶得住了，就顶得住了，30就反弹了。然后有人另外其他市场的人看到30真的反弹了，那他们就会继续进来。就把那个资金池从1000万到2000万、3000、5000万，那到了什么时候饱和呢？就是有人肯定会觉得这么多人在用这个30反弹，要不我就31的时候就进场。front run。对，front run他们就这个市场这个 alpha cycle 就变成不是30反弹，是早了一点反弹，31反弹，然后再根据这个 game theory，就会有32的时候就抄底，33的时候就抄底，大家都卷了。对，就越卷到某一个点。可能就40已经反弹，那这个30反弹的这个策略已经失效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从它无效到很赚钱，重新变成饱和无效的状况。所有的策略都是有这个 alpha cycle 的。OK， 它有没有可能回到来？又在上升期？当所有人退后啊，对，会不会？当所有人发现这个策略不赚钱了，我就把钱抽出来，这个资金池就重新达到刚好是 optimal 的情况。OK， 很好很好。OK， 好，那下一个问题，那这个还有延伸了没有？超前除了 self 那个什么 actualization 啊，除了那个以外就自己想了，这真的自己想策略啊。我发现很多因子都是自己想得到，然后可能再过几个季度才有其他人讲这个因子。是有这个情况的，是有这个。是因为那个因子真的是很新，还是它是旧的因子，但是没有人想到？都有。你不是还是偏向你的思路线挺会比较偏向去找聪明钱的资金流？就是大的资金流怎么流，还是你会去找一些，比如说散户在干什么，然后去尝试去对这个都看，因为市场上它就是这两个，市场上就是这2个 participant 在交易嘛，对，然后就是大户跟散户嘛，所以2个数据也要看 ，OK， 都看，量化交易有数据就看。好，下一个问题，宇航问，大学生应该要读啥？他应该要问说，如果想要搞量化交易，应该要读啥，做啥，然后在哪里可以去实习 ？OK， 读啥就我觉得 computer science。电脑科学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做量化的时候，肯定就算你回测也要编程，你执行也要编程，你上网拉数据也要编程，所以肯定是学电脑这个 computer science 是最好的电脑科学。另外一个好的，我觉得是那个计量金融。就 quantitative finance，这也是有用的。我觉得这2个最有用。但如果没有读这2科的，也不要说我就做不了量化交易，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就是我完全是跟刚才我讲的那个完全无关。所以说，我觉得读啥不是重点，真的不是重点。但那个 quantitative finance 的话，它的我大概看了，我没有看完，当然，但它的很多的课题都是在讨论比较 linear regression 类的东西，就是比较好像有点在读保险这样的那种感觉，会吗？那你觉得，因为 CTA，我不懂有多直接的关系有，里面有课题是有能帮助的，譬如说里面计量金融或是量化金融，他们会教你有数学的成分，有统计学的成分，有编程的成分，也有金融产品的成分，也有计价的成分。譬如说怎么去算一个期权的价值，怎么去算一个期货价值。所以这几个点是有用的，对你来想策略是有用的。OK， 好。然后实习还没讲实习的话就去 trading firm 啊，最好的是找那些 prop trading firm 啊 ，hedge fund 啊。实习就很简单，肯定是这几个，或者 market making firm 高频的就公司。可是要怎样找到好的？会不会有些只是？对，就你譬如说全球有名的就那几家，就是什么那个 Jump 啊、Power 啊、Jane Street 啊、Citadel， 就这几家你自己 Google 就找得到了。然后做啥？我大学就是做策略啊 ，backtest 啊。然后去参加比赛是非常好的，无论是编程的比赛，或是什么量化比赛，或是投资比赛也行，因为我入行就是参加比赛入行的。对啊，多回测，然后多认识扩展你的人脉，然后参加比赛，这几个点。然后还有一个速算，锻炼速算。对OK， 下一个问题，孙热问，除了 SR Hit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避免 overfit 吗？这个比较 technical 的问题啦，但是可以大概讲一下吗？overfit 就是怕你数据只是历史上有用，看起来有用，但实际上没用。然后有几个方法，统计学就是要不就增加样本数据啊，
SR Heatmap 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几手方法其中一个，你可以增加数据啊，最简单的增加数据啊，就是多拿点数据来，然后比如说增加你的交易的笔数，然后提高你的交易那个数据的频率，比如说你是天的，然后天你一年才365，4年才1000多，你有可能 overfit 的，那就把它变成小时啊，变成分钟了。然后也有统计学上也有什么那个work for it 啦，就是你分样本内数据、样本外数据，你不只是分2个，你可以分10个。比如说2个月样本内，2个月样本外，然后就慢慢推，往前推。也有那个是叫 cross validation， 就是你分拆成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把它打乱。非常多方法，非常多。还有人是看那个return distribution， 看它有没有 shift， 有没有变。比如说21年平均每天或者每个小时那个 BNL distribution plot 出来看看21、22、23、24有没有变。对，这很多方法非常多。你自己如果给你选3个，除了 Heatmap 都用，刚才讲的都用，全部都用，因为我非常喜欢分散这个字，除了策略分散、频率分散、数据来源分散、币种分散、中高低频分散、方法分散，我喜欢方法分散。比如说除了这个刚才说的 SR Heatmap 去 check overfit 以外，我还会用其他方法去 check overfit。如果你只是依赖某一个方法去 check overfit， 如果某一天这个方法失效，那你就完蛋了，你所有都 overfit 了。所以我方法也会去分散。你说有10多个？10个吧，10个以内。10个以内。OK， 好，下一个问题。也是孙哲问 Z-Score 不同的 threshold 制作 Heatmap 外，还有什么其他指标可以制作成 SR Heatmap？ OK， 除了看 Sharp 以外，我会看那个 Karma ratio， 也会，你可以自己定制一些的目标。比如说有些人就经常问我一个问题，我看 Sharp 比较好还是看 Karma 比较好？你可以2个一起看啊，就 Sharp 乘 Karma。你可以做这个也可以 Sharp 乘 Karma over 那个 drawdown 的 duration， 就是你这个回撤的时间有多长，总共有多长。你有人也会看那个 equity curve 这个 slope， 它的斜率有多高，有很多的那个优化的目标的，非常多。有些人也会乘一个什么交易笔数，很多的交易笔数 over 总共交易天数。也会有什么都可以，你要 creative 一点。如果全世界都是用这个 Sharp 来做目标的话，你就赚不了其他人赚不了的钱。对，你不是说整个世界也是看 Sharp， 你突然跑去看 Karma， 可能有人杀出一条新的线路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说方法分散，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方法上也是跟刚才说的 Alpha Cycle 是一样的。一开始可能没有人看 Sharp， 没有人用 Sharp 做优化的目标，然后 Sharp 就没用。开始有人用 Sharp 做目标，就达成这个中间的 optimal point。但如果全世界都是用 Sharp 的话，就饱和了。所有人都找到同一个策略，所有人都同一个时间点进去，你又打架了，你又抢不到。本来你能赚100块的，然后100个人进去，每个人只能分得1块，所以你要分散你的方法。好，很好。OK， 他这边有提到 Z-Score 嘛？那么 Z-Score 它算是一种 model，OK， 可能还有 percentile， 还有一些其他的 model。那么你自己本身会用的 model 有大概几种？10种吧，10种。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简单。我问 ChatGPT 的，你 Google 就 Google 一个字，就是 Google 怎么去做 standardization， 或是 Google 怎么去做 normalization。因为我们的 model 就是在做这个 standardization 跟 normalization。因为你原本的数据 raw data 可能是乱来的，很乱的。那你做统计学上的 standardization 或者 normalization， 就把它变成0到100，或是有一个固定区间的一个处理后的数据。post process 的数据，然后你就看这个 post process 数据去找 pattern， 就比较简单。然后如果你说常用的，比如说 min max scaling 啊，我这个是问那个 ChatGPT 或是 Google 给我答案 ，min max scaling、robust scaling、percentile， 然后还有这个 Z-score， 还有一些人RSI 也是可以用的 ，RSI 它也是把结果变成0到100嘛，然后什么 rate of change 这个也是常用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什么box cost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些把原本的数据做一个 transformation， 把它变成常态分布后才处理那个数据。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扩展你的那个 model 的那个种类。我是疯狂问 ChatGPT。明白。OK， 然后你刚才提到 standardization 跟 normalization 的这个
区别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不会分。OK， 比如说 Z-score， 你搞一个 Z-score 出来 ，Z-score 是没有顶没有底的，你大部分时间可能-3到3的 Z， 但也可以-5啊，可以-10，可以-20也行。所以 Z-score 是没有极限的，没有极限的话，我们就叫这个 standardization。OK， 有极限，比如说 RSI 结果只能0到100，不能出现101，不能出现-1，这个我们就叫做那个 normalization。对 ，OK， 就是这种。很好，可以。下一个 ，OK， 你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底区一点就是，如果你怎样判断那个 raw data 适合哪一个，还是不连全部 test？这样怎样提高这方面的认知或者是 sense？新手是没办法的，新手是肯定是要全部测试，然后你慢慢才有经验，看的那个 raw data 就能判断到，但也要到了很有经验的时候，然后有没有其他的判断方法？就是看那个 distribution。举个例子，比如说 rate of change 跟 regression 的分别 ，rate of change 就是看两个点嘛。比如说今天跟10天之前这个数据变了多少，但如果你做 regression 的话，就中间的数据也会算进去，因为它是用所有数据点去找那个 slope 出来。这两个的差别在哪？两个也是看那个变化速度啊，差不多也是看变化速度，但一个是看两个点，一个看中间所有数据，就看你的觉得这个数据的那个 raw data， 它的极端数据有没有意义？如果它的极端数据没意义的话，那你中间那些就是 noise。所以就是 rate of change 是比较好的。如果中间你看到那个极端的数据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代表你应该用所有的数据来算你的那个 score 或者是那个 signal， 所以就是变成 regression 会比 rate of change 更好。对，这是其中一个分配的方法，还有很多分配方法，比如说那个 distribution 是 normal 啊，或是 bipolar 啊，或是什么normal distribution， 或是 positive skew、negative skew， 然后它是有没有 fat tail 肥尾，那个尾部是不是特别的高，每一个都有它自己适合的 model 去做，所以我觉得新手不要想这么多。可是你开始有那个 sense 的时候，是你因为做久有经验，然后大概对完全是，还是因为你看了一些 paper 或者是一些 academic 的书，让你有一个系统性的去认知哦，看到这样的数据的类型要大概怎么去处理。就算你是用我是自己想的，自己训练出来的，因为就算你用机器学习去教它去 classify，那这个用哪一个 model， 它也是用一个几率啊去分配啊。所以你没有绝对答案的，也是你要从自己的经验判断的。所以你都是会把它先处理成 distribution， 然后再去观察可能可以用什么 model 去跑。如果你做久了以后就可以做这事情。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就不用理了，反正就跑了，真的。对，因为对，好像你讲，如果新手的话，那个数据就算有 alpha， 其实你看不到有规律的，应该讲说你根本看到好像没有规律，可是 backtest 出来是能够跑的。对。这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会？这样把单独两个 factor 的单独算 T-score， 再把两个 T-score 加起来，也会，就是 creativity 的点了，就是你可以做的方法非常多，真的，你只能非常 creative 才能赚得到你市场还能给你捡起来的，就是大胆去 try。反正我就经常说你 backtest 你浪费什么？你浪费电费了，电力，就是你的电脑可能会变旧了。你电脑对啊，就你房间温度提高了，你没有其他的 cost 了，对啊，你 time cost 你做任何事情也的 time cost 啊，你1秒也是1秒，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time cost， 只是那个电费的 cost， 对，电脑那个屏幕的维护成本啊，所以我觉得 backtest 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好比你去花钱进去市场然后亏钱，因为时常就是可能有多个因子，可能超过2个，可能3个吧，然后这3个因子拿来就是相除了，可能又在。我讲个极端一点，可能开根号还是甚至平方等等的，你会给他先应该可能你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哦，因为这个数据跟这个数据要配在一起，然后这个 C 数据又因为可能会影响它更多，所以你要给它一个平方，你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 theory 进去，还是你就是会就是来 randomize 它去加减乘除这样子？有两种，有2个吧，比如说加减乘除的话，就譬如说资金流，有些人是只是看 inflow， 有些人只是看 outflow， 这是从逻辑上判断你就知道是不对的，应该有 inflow、outflow 2个加起来，或是互减才能达到那个 net flow， 这是逻辑上的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权重，你刚才说那个次方，我是用次方的，比如说 sharp 乘 karma， 然后你觉得那个 sharp 比较重要，那 sharp 的次方或平方，对，然后乘以 karma， 我会做这个分配的。那如果 factor 的话，不会这样处理。就哇，你这个有些人会走火入魔，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数据他是不能把它 square 的，不能把它 square 的，你又把它 square 了，那就会完蛋的。负责任。对。OK， 很危险这个。好，可以试，但有点危险。所以你不建议，你也不会。我建议就如果你要这样去试的话，也要小心一点 overfit， 就是你后来做 overfit control 这个部分要小心一点。对啊。OK， 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帮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啦，就刚刚好过了那个及格线，就是多少的 alpha 有在自己的一个池子里面，然后是 work 的，然后你觉得是说相对稳定，从数学上来讲，就是它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就是可以比较长期稳定去跑，然后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量子池。你肯定跟我讲越多越好。对。是，可是但是大概多少？从概率上来，就是数学上来讲，你觉得已经够稳？这个是 continuous 的。对，这个是非常 continuous 的。真的多加一个就是非常公平的多加一个。比如说30个策略，你多加一个，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会问，他们会很担心，因为可能他们刚就是学，他们也找到了，但是他们不确定多少之后。是我可以就是开始放大一点点的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说真的越多越好，原因就是比如说你10个策略多一个策略，那你就多了10%策略啊。你20个多了一个就是多了5%嘛。所以真正是这个是非常连续的 continuous spectrum 的问题，所以没有一个点40到41就最好，没有这个点。但我觉得解决这个点就是我一开始我这么做，我是一个策略1万港币。比如说，举个例子，1万就一个就一个策略1万港币，那你就强迫自己去做 backtest， 而不是你去突然丢个100千啊100万进去，这是非常好的点。比如说你比较有钱的，你就10万或100千就是一个策略，然后你有10个策略就100万哦，你什么时候可能才能放1000万进去？你就找100个策略，所以就是固定一个策略一笔钱，这就是最好的。OK， 很好的，也 make sense。OK，so 我们大概问的问题也问完了啦，我们也谢谢 Kelvin， 就是很细节的跟大家就分享了他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OK， 那我们再次谢谢 Kelvin， 然后记得可以去 follow 他的 Twitter， 他的 Twitter 其实有蛮不错的insight， 还有如果你是在搞量化交易，你也可以去 subscribe 他的 Patreon， 他的就是还会去一个月多少张呢？3-4次吧。就是他会post 他的关于量化的一些想法，每周一篇啊。对，然后细心去读的话，你们会发现到很多 alpha 在里面。So 才一杯喝咖啡的钱嘛，就请 Kelvin 喝一杯咖啡，他就跟你聊天。好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一期的 Trader Podcast 再见，拜拜 ，Peace out， 拜拜。强大让自己能够赚来的靠自己手，爱的人靠自己手，一生要靠自己走，活着得抬得起头，想要得到人生胜利，坚持不放弃，内化前进，拥有坚硬的心。